王一博巴黎封神记，当规则遇上绝对实力，时尚圈的高墙也得让路。说实话，刚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我手里的咖啡差点没拿稳。你敢相信吗？在2026年3月的巴黎时装周上，发生了一件足以写进时尚教科书的事儿。一个中国明星竟然让香奈儿、LVMH 集团、开云集团这三大奢侈品界的巨头齐齐为他修改了合同中那条延续100年的竞品排他条款。这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营销通稿，而是实打实的行业地震。咱们在时尚圈混久了都知道，这行当里有条不成文的铁律，甚至比法律还严。你代言了 LV 旗下的牌子，就别想再跟开云集团的品牌有任何瓜葛。至于香奈儿这种独立王国，那更是壁垒森严，水火不容。这条规矩就像是时尚界的柏林墙，几十年来，多少顶流明星撞得头破血流，也没人敢越雷池一步。但王一博仅用了4天时间，就把这面墙拆得七零八落。我忍不住想感叹，这哪里是去参加时装周，这分明是去整顿职场规则的。咱们把时间拨回3月6日到9日这关键的4天，王一博的行程表密的让人窒息，连续赶了3场大秀 ，LVMH 集团旗下的 Loewe、开云集团的 Lacoste 以及独立奢侈品牌香奈儿。而且他可不是那种走个过场，在角落拍张照就算完事的普通嘉宾，他是顶着全球代言人和品牌形象大使的头衔，堂堂正正做镜头牌的。每次他一现身，那场面怎么说呢，简直比顶流歌手开演唱会还疯狂。全球各地的摄影师像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，疯了一样涌向他。有个视频特别出圈，一位外国大叔为了能让王一博看向自己的镜头，嗓子都喊破了，声嘶力竭地吼着 YIBO YIBO。 这视频传回国内后，网友们调侃说这是开水壶成精的应援现场。说实话，看到这我挺感慨的。以前咱们总觉得中国明星在国际上是被看的对象，得端着，得小心翼翼，但王一博这种被全场追着拍，喊着名字的状态，才是一个艺人真正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体现。那种自信不是装出来的，是实打实靠作品和人气堆出来的。再聊聊他在秀场上的地位，这可不是光靠粉丝喊喊口号就能得来的。Loewe 的 CEO 在现场说了句特别实在的大实话，王一博一到，镜头就来了。这句话听着简单，分量可重得很。你看看他坐的位置，左边是 LVMH 集团时装部的 CEO， 右边是集团的长公主，还有那位传说中的 Vogue 主编安娜·温图尔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核心权力圈的 C 位。根据权威机构 Onclusive 的报告，统计了时装周期间全球234位名人的海外社交平台热度后，王一博位居第11名，且是唯一上榜的中国艺人。更吓人的是数据转化，他代言的3大品牌香奈儿、Lacoste 和 Loewe 全部跃升至品牌声量榜的前15名。尤其是 Loewe 品牌总声量中有 1.36% 直接来自王一博一个人，超过 80% 的声量跟他挂钩。我个人觉得这个数据比任何奖杯都硬核。在如今这个流量碎片化的时代，能一个人撑起一个奢侈品牌的声量大盘，这说明他不仅仅是一个代言人，他已经成为了品牌资产的一部分。品牌方怕的不是他代言竞品，怕的是失去他带来的巨大流量和关注度。咱们再来细细品味一下这3天的大秀造型，真的每一套都值得拿放大镜看。3月6日的 Loewe 大秀上，王一博乘坐品牌专属的1号车压轴登场，这待遇基本上是超模级别的。他身穿宝蓝色机能风夹克，内搭5层服装，外表清冷而松弛。我特别想提一下这种松弛感，很多明星穿大牌容易显得像偷穿大人衣服，或者用力过猛，但王一博不一样，他像是把衣服穿成了自己的皮肤。他坐在头牌正中央，身旁是 LVMH 集团的高层，那种气场上的平等交流真的很难得。2天后，3月8日，他又亮相 Lacoste 秀场。这次风格一转，换上了绿白灰条纹 polo 衫，外面搭配一件冲锋衣，法式休闲风尽显。最关键是，他与品牌创意总监亲自讨论全系列设计，秀后即官宣了与他联名的系列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品牌认可他的审美，认可他的创造力，而不仅仅是把他当个衣架。到了3月9日，香奈儿的大秀终于到来，他穿上了米色菱格纹麂皮大衣，这是2026高级手工坊系列的全球首穿。品牌特意为他提供了40秒的专属入场镜头。镜头聚焦，王一博几乎素颜，皮肤纹理清晰，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自然魅力。说实话，敢在香奈儿的高定秀上近乎素颜出镜，这份底气，内娱真找不出第二个。但这还不是最让我震惊的，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背后的商业逻辑。
在这4天里，王一博全程用流利的英文与 LVMH 集团 CEO、品牌创意总监等大佬们交流，从设计理念到面料创新，完全不需要翻译。很多人只看到了他表面上的风光，但品牌方却愿意为了他，主动修改合同中那条不能与竞品合作的条款，将其改为可以与王一博现有的其他品牌共同露出。这一切并非他主动要求，而是品牌方看中了他的商业价值，并为此主动让步。咱们做商业分析的都知道，奢侈品合同的排他条款是风控的核心，是为了保护品牌调性和避免混淆。但现在规则为人让路了。Loewe 同款围巾售价4900元，品牌宣布10分钟后全网售罄。他在街拍中随意咬过一口的香草夹心饼干，仅48小时内，电商平台便断货。他不只是一位代言人，更是一个商业符号。我有时候在想，这或许标志着中国艺人在国际时尚圈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。以前是我们求着品牌给头衔，现在是品牌为了争取我们，愿意打破自己定下的规矩。这种话语权的反转，比卖了多少货更让人提气。除了商业价值，王一博这次巴黎之行还有一个点特别打动我，那就是文化输出。在香奈儿秀场上，王一博将3星堆的青铜纹样融入到自己的配饰中，而在 Lacoste 的造型里，又能看到中式层次美学的影子。法国版 Vogue 更是称赞他，以东方古象重写法式浪漫。这句话评价极高。时尚不仅仅是衣服，它是文化的载体。过去很多中国明星出国，恨不得把自己包装成完全的国际范，抹去东方特征。但王一博反其道而行之，他把中国的古老文明自信地带到了巴黎的聚光灯下。这4天里，3个大秀，3个互为竞争对手的顶级奢侈品牌，王一博的存在让这届巴黎时装周仿佛成了他的个人秀场。外媒 Grazia 调侃说，这届时装周应该改名为王一博周。这话听着像玩笑，其实是行业对他影响力的最高认可。他没有夸张的营销手段，只是履行着自己的工作，但数据、口碑与行业地位全都收入囊中。看着他在秀场上用英文侃侃而谈，身上带着东方的纹样，我心里真的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自豪感。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输出，不是靠喊口号，而是靠你的审美、你的气质，让全世界愿意主动了解你背后的文化。回过头来总结这4天3奢的壮举，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明星的高光时刻，更是整个行业风向标的一次剧烈偏转。当一个人强大到一定程度，规则自然会为他让路。这句话听起来很鸡汤，但在王一博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他具象化的样子。奢侈品巨头们修改合同，不是因为他们做慈善，而是因为资本是逐利的。他们看到了王一博身上那种跨越国界、跨越圈层的号召力。这种号召力是建立在长期的专业积累、独特的个人风格以及强大的粉丝凝聚力之上的。咱们作为旁观者，看的是热闹，但行业内部看的是门道。王一博证明了，中国艺人完全可以站在世界时尚舞台的中央，甚至可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修改者。最后，我想说点心里话。在这个流量更迭快如闪电的娱乐圈，能红1年是运气，能红3年是本事，但能像王一博这样，在2026年依然保持如此强劲的国际影响力，并且不断突破天花板，靠的绝对是硬实力。这4天3夜的巴黎之旅，看似是光鲜亮丽的走秀，实则是无数个日夜对业务的打磨，对文化的沉淀。它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顶流，不是活在热搜榜上，而是活在行业的认可里，活在打破偏见的勇气里。未来的时尚圈会变成什么样，我不好说，但我知道，因为有了像王一博这样的存在，中国面孔在那里将不再是一个标签，而是一种标准。这或许才是这次炸翻时尚圈背后最值得我们深思和骄傲的地方。